在上期节目，我们做了一个村民交易所。那么这一种交易所呢，是可以打断村民的腿的，然后会以最大的优惠跟我们进行交易。这个交易所一共有8个空位，我现在也抓了8个村民，并且还抓了一个僵尸，可以将村民进行感染。这个僵尸呢，我给他丢了一把斧头，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2下把村民给剁死，能够达到最快的感染的效率。然而很遗憾的呢，是上一次我们并没有进行一次感染实验。原因很简单，是我们并没有酿造台，所以不能让僵尸村民复活。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件任务呢，就是要找一个堡垒，打到烈焰棒，然后再做一次村民的感染实验。那么刚刚呢，我也是在地狱里面找的地狱堡垒，这个堡垒离我们的传送门还是有点远的。我们现在用夸克 mod 呢，也不用担心我们在地狱会迷路。现在这个指南针它是可以正确的指向我们的传送门的入口。刚刚也是打了2个烈焰棒，然后把地狱油也都给拿好了。好，我们就直接回家吧。大家看我刚刚走这条路，哇，多么的崎岖啊！绕了好大一圈才找到地狱堡垒。传送门这里这附近全是岩浆，路也不好走，全靠自己搭。好，那我们可以回家了。那么这里还有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呢，就是我附了一个，大家看这里有一个时运3、效率4、耐久3、时运3的一个稿子。我今天把这里的副本台、书架全都把它放好了。可以直接付出30级的工具，附了一把镐子，拿出来就是一个时运3。所以我刚刚挖了一些石英，正好我们今天还要做一些红石机器，所以会用到一部分的石英。那么我们先把地狱油把它种一下。我这里挖了很多灵魂沙啊，这也是我线下自己挖的。我们就在这里种着吧。这边的田已经开了有4片田。小麦、土豆、胡萝卜，还有那边的是甜菜根，几种菜我现在都有了。好，来种一下地狱油。我们种植地狱油最好像这样分开一点啊，不要种很大一片，这样我们会在上面行动就不太方便。好，酿药的材料我这里也准备好了，只用拿蜘蛛眼、糖、棕色蘑菇，我们把它合成发酵猪眼，然后跟这里面进行反一下，就可以获得虚弱药水。然后我们再去拿一个火药，要把它弄成喷溅型的。顺便呢，再带一个，这个是附魔金苹果，有没有普通的金苹果啊？家里面没有，我们来做一个。之前沙漠神殿里面有一个，我记得沙漠神殿有，当时没有带回来。好，我们再拿一个火药。我们把金苹果先来做出来。好，我们等会儿就去打断一个村民的腿看看。但是在打之前，我们要先选好村民的交易，要刷一下交易，看能不能刷到什么基线修补啊比较好用的一些交易。好，应该出来了，虚弱药水，然后我们再火药把它丢进去酿一下。好，我刷出来了，基线修补30个绿宝石。我们要把他腿给打断，打断之前我要，哎呀，这得要消耗我的绿宝石，我得先给他交易一遍。如果不交易，他这个交易啊，第2天可能就没有了，可能就刷没了。先来交易一下吧，绿宝石，交易一下。好，现在他这个基线修补的交易就不会消失了。然后看我的难度对不对？困难。让它掉下去一定要按这个音符盒，不要按的按钮了，按这个音符盒呢是让它直接掉下去啊，不会喷射岩浆。好，再见了。
我们来看看这里的僵尸，它的表现如何。一下、2下，对不对？还是挺快的。把门关着，2下，来，我们来拿出虚弱药水。哎，还有一个成就，先丢虚弱药水。好，丢的时候我们不要丢到我们自己身上来了。来，给你吃。我们只用稍等片刻啊。其实呢，我们可以在这里给它放上这个铁丝网，给它放一圈，这样就可以防止有怪走过来对它进行伤害。这个时候闲着也是闲着，我们去交易一点绿宝石吧。石锄用来收割作物的话，收得很快。我不知道它掉不掉耐久，我看一下，现在耐久度是20，收一下，哎，还是20，这根本就不掉耐久。直接右键收，右键收不掉耐久，左键收的话，它应该会掉。我看一下左键，哇，可以收这么大一片，我掉了2点，然后我们再多拿一点小麦去跟它交易。我们只用交易出9个绿宝石就行了啊，3、6、9，哎，怎么7个？你还能更新吗？我估计它不能更新了，我得给一个工作方块它才行。这边村民应该复活了，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？哎，你还没好？哇，这要等好久啊！哎，好了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你的交易，要5块钱啊，还是要5块钱？你不能多打点折吗？还是要5块钱？好，5块钱就5块钱吧，还行，起码我们有剑修补，还是挺划算的。好，然后我刚刚交易了几个绿宝石，再把这个绿宝石块把它做起来，这里的路把它还原一下。我们要把这里的村民再把它归回原位。好，跟我一起走。好，这下就好了，我们就可以安安心的跟他来交易了。我们今天要做的自动化的机器呢是仙人掌农场。仙人掌呢不光在我们夸克模组里面可以当做一些装饰品，而且将它进行烧制，可以获得仙人掌泥。然后这个泥呢4个可以合成仙人绿块，当做也是一种建筑方块，挺好的。然后第二点呢，如果生产了很多仙人掌，那我们当然可以用来烧制经验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东西它烧了之后可以获得1点，我不知道这个官方 wiki 是不是这样写的，它可以获得1点，我不是记得好像是 0.3 还是多少忘了，反正它能够获得的经验还是挺多的，所以呢可以拿来充当我们剑熔炉的一种材料。正好我们刚刚也是找村民打上了剑修补的附魔，打到我们钻石镐上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就准备开工。在开工之前，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原理。首先要讲呢，这个活塞的灵体来刺激仙人掌的生长啊。现在我们的版本是 1.15.2， 大家记住，在 1.16 以上的版本呢，这个灵体催熟仙人掌的特性是已经被 Mo 酱修复了，我们现在版本还是可以用的。那么这个版本的灵体怎么触发呢？这里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触发方法，大家也可以去参考大叔的那个视频，我会将大叔的视频放在视频简介。这里的灵体是通过侦测器，也不一定是侦测器啊，这里也不一定是侦测器，是普通的红色信号从这里接过来也是可以的。好，我们只用给这个侦测器给它更新一下，它就会给这个方块充能。这个方块充能理所当然，这个活塞就会伸出，但是呢刚伸出的时候，下面的粘性活塞就把这个方块给顶起来了，所以这个充能它就中断了，所以它的时间就很短。好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活塞臂它是怎么运动的。好，它的运动速度非常快，并且呢这里的仙人掌它不会掉，一旦我们只要给它刺激了16次，它就会生长一个周期。我们多拉几下啊，我们再来这个地方，这样看得清楚一点。好，向这里来。好，生长了啊，刚刚已经生长了。然后这个仙人掌生长呢，可以通过多个活塞对它进行刺激。如果这2个活塞是同时对它刺激的话，它就只算1次。
如果2个活塞不同步，一个先一个后，那就可以算2次。所以这样的话，我们最多可以放4个活塞，对它进行刺激。这样呢，4个循环它就可以长1节，所以它的生长的速度就会特别快。好，我刚刚想了一下，我还是直接上剑炉子吧，这样做剑炉子就可以直接烧出仙人掌绿。我也管它烧的是什么东西，反正烧出来那个仙人掌泥还是什么东西，会存在这里。到时候如果这个容积不够的话，再给它扩一下，下面再加几列箱子。上面呢就是一个生产仙人掌的装置。生产仙人掌，我们可以通过这玩意将它进行货物的输出。这个溜槽我之前在介绍视频也讲过，我们从它的2侧不管2侧5个面都可以，前后左右，然后上面全都给它插满都可以。我们只要往里面丢东西，它会从这下面，看到没？刚刚有个东西掉下来了，它会直接把东西送到这外面来。我们就可以通过溜槽的这个特性，将生产出来的仙人掌直接把它丢到这里面去。好，上面呢，我们要先放，我去拿个铁轨。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在漏斗上面先给它放上铁轨，然后才可以放漏斗矿车。好，再把它打掉，这个一定要把它打掉。打了之后，在它的2边要放沙。这边我还没有漏斗矿车，我先去，我们先把漏斗矿车把它做一下。好，我们这边也放上漏斗矿车，再把它打掉。最后放上沙，就跟我们之前 1.14 的那种落沙的那种仙人掌机也是这样做的。那么现在就可以把上面种上仙人掌，不过现在种的话我就不太好操作一些事情。我们先把这2边给它搭上一些方块，再拿出活塞，活塞要在它的4个面4个斜向的方向放上活塞。这下面的方块我们就可以把它打掉了。我们要实现0T， 对不对？0T， 我们要这里放个方块，然后在这下面放个活塞。我们有夸克这个模组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像这样朝下放。我们之前是用侦测器对它实现0T， 我们可以0T像这样放上2个侦测器。这样呢，我们更新一下看看，看得不是很清楚。好，应该可以看到它在动这2个活塞它都刚刚伸出了，非常快。这边我们要给它一个高频，这个高频怎么放呢？我们用脸贴脸的这种侦测器，我把声音调小一点。脸贴脸的侦测器，如果我们是手动直接放的话，它是3T 一个循环。我们这里呢需要用到一个活塞将它推一下，我们这里放一个活塞，先将它推出去，然后再拉回来，这样它的循环就是 2T， 就快一些。然后 2T 要把这里的信号接到这一头来，然后这个地方的下面的漏斗我们要改一下，漏斗不能这样放，刚放的时候也没有注意，我们要把所有的漏斗全都接到这个溜槽上面，不然这个仙人掌它就会从这里掉，它并不会从前面开始掉。我们就把信号2边接在一起，像这样接。这边还差一个怎么办呢？差一个我们就补一个侦测器就行了。好，补一个侦测器。那么现在我们先关机，这个要先把它关一下，因为直接种仙人掌，这个仙人掌它会掉的到处都是，我需要给它限制一下它的空间，然后再把中间那个敲掉。哇，我这边刚刚种了一棵白桦树，它居然有蜂巢。我才知道 1.15 版本现在种树的话会随机长这个蜂巢。好，我们再到这边来，这上面我们就都铺满树叶，背面就不用，背面是不会，因为背面是不会有东西掉到外面去的。然后复制地毯这里，我看一下用这种方法，下面放一个侦测器，然后上面再放地毯。我们先试一下
有的版本它是可以复制，有的版本不能复制。如果不能，我们就只能去找珊瑚扇了，找一个开关。好，不行，现在这个版本不能这样复制地毯。我家旁边有一个粘土山，我到这边来看一下能不能翻出什么东西，比如西瓜种子、南瓜种子。其实我是想出海，到外面来找一下有没有热带海洋。哇，钻石！粘土山这边呢，一般都会有很多这种金矿，它会在很高的地方都会生成。我刚刚穿过了这片粘土山，到了这对面的海域上面，就有这么一小片的暖水海洋，哎，不是很大，啊，不过有珊瑚就行了。我们来采一点。这边的稿子我也是有精准采集，还好我事先已经弄出来了一个精准采集的稿子。好，那我们就把这里改一改，下面的侦测器我们就不要了，我们把它换成珊瑚扇，然后在它的上面盖4层地毯，桌子把它盖上。好，我们最后到这个地方来放一个地狱眼给它点火。现在已经有多余的地毯都已经要等着销毁了。那么这里的开关呢，我还给它接了一条红实线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边的红实线呢，就直接连到这个复制地毯的机器上面。如果我们关机，这个也就会一起关。然后这一种经验机的它的一个好处呢，就是它是能够抗卸载。如果我们退游戏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仙人掌并没有掉，然后这一边的复制地毯的也没有问题，它们都不会掉。最后呢，如果我们要取经验，我们就在这里给它把漏斗锁起来。我们再做几个锁漏斗的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我现在还没有烧多久，我们先锁第一个，看一下啊，我们能够取到多少经验？仙人掌泥。现在经验确实不是很多。好的，那么本期节目这样子的经验熔炉也就给大家做到这里了。那么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